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你知道吗？有4种花摆在家里会漏财，严重的还会影响子孙的财运。很多家庭正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，越养越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植物的花、果、叶和皮分为红、蓝、绿、黄、白5大色系，正好对应易经里的5色论。所以生机勃勃的植物寓意生生不息，色彩鲜艳的花卉代表生活美满。所以这4种漏财花千万别留在家里。漏财花。枯萎的花草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花匠，养花也会遇到植株枯萎的情况，更何况对花卉并不熟悉的新手。在遇到枯萎的花卉植物时，大家都是抱着可能还能救活，或者不舍得扔掉的心态，殊不知这些枯萎的花卉不仅容易滋生各种细菌，还影响家里的风水。这些花卉不要再留恋，直接扔进垃圾桶，再养新的。带毒的花草。这个世间的花卉植物不计其数，每个品种都有不一样的特性、功效，但是并非所有的品种都益于人体健康。有些朋友养花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如果在家里养了一些带毒的花卉，不仅无法带来益处，还会影响身体健康。比如表面带有锐刺、茎部枝叶含毒的虎刺梅，叶面滴水有毒的滴水观音。病虫害多的花卉。花就跟人一样，有的性格好，几乎不闹毛病，有的则脾气大，3天2头出状况。养花其实也一样，尽量别把那些特别容易招虫子的品种摆在家里，不然不仅花养得辛苦，人也跟着心烦。更麻烦的是，如果经常要喷药治虫，空气里药味重了，对家人的生活和健康都会有影响。拿月季来说吧，花开的确实漂亮，但虫害几乎是跟着它一起长的。红蜘蛛、蚜虫、白粉病一个接一个，前脚刚处理完，后脚又冒出来。除了月季，还有一些花也经常招虫，比如垂丝海棠、白掌、花叶玉、滴水观音，这些在室内都容易成问题户。不过这并不代表它们完全不能养，只是更适合在室外露养，空气流通，阳光充足，虫害的几率自然会少很多。十分高大的绿植。在家里养花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，就是空间。花草本来是为了点缀家里，让环境更舒心，但如果株型太大，占据了大半空间，就完全失去了装饰的意义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些大体型的植物还可能挡住光线，空气流通也会变差。很多住在城市里的朋友，本来房间就不大，能摆放花草的角落已经有限，要是再选一些越长越高、越长越粗的花，时间一久，它们不仅会把空间塞满，还会让室内变得更阴暗。人待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很容易产生压抑感，长期下去，甚至会觉得气场沉闷，不利于健康。看似花旺，其实对人不旺。美好的生活最需要的是努力奋斗，养花种草只是辅助。如果单纯认为在家里种几棵寓意财运的花卉植物就能发大财，那就是异想天开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本身比较积极上进，再加上养一些寓意吉祥的花卉，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比如下面这些植物，你值得拥有。惜财花。铜钱草。铜钱草的叶子圆圆的，像极了古代的铜钱。家里养上一盆，就像摆了一只聚宝台，不光寓意财源滚滚，还象征好运能传给子孙。铜钱草的养护方式有很多，有人喜欢水培，有人用土培，还有人用半水半土的方式。而从很多花友的经验来看，半水半土是最容易爆盆，长势也最好的办法。不过千万别因为它能水培，就以为不用怎么管水。特别是夏天，温度高，蒸发快，根系又旺盛，盆里水分转眼就没了。在全日照的情况下，有时候1天就能耗干，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，不然可能1天之内就会全部打蔫，严重时整盆都完了。为了让叶片更翠绿，还可以经常在它周围喷点水雾，增加空气湿度，这样看上去更精神。因为铜钱草常常是半水培或水培，肥料一定要薄肥勤施，保持水质干净，千万别往水里丢太多有机物，不然容易发臭伤根。温度对铜钱草也很重要，15度左右就能萌芽生长，温度越高长得越快。
但如果冬天室温低于10度，就容易冻伤，叶片会大面积枯萎，翠绿的颜色也会退掉。所以入冬前最好搬到室内，保持温暖环境。还有一个养护误区特别常见，就是把铜钱草一直放在室内阴暗的角落，不让它晒太阳。这样养久了，叶子会越来越小，颜色也越来越淡，严重时会徒长、倒伏，观赏性大打折扣。其实铜钱草特别喜欢阳光，只要多晒太阳，很快就能轻轻松松爆盆，甚至能长出像鸡蛋一样大的大叶片。更神奇的是，它的根系特别喜欢扩展，不管用什么容器来养，短短1-2个月就能长满，根须甚至会不断密出来，仿佛拼命想要开疆拓土，看着都让人觉得生机勃勃。所以养铜钱草的关键就是3点：要勤补水，要施薄肥，要多晒太阳。做到这几点，别说小盆子，就算你养在一个大缸里，它也能迅速长满，生机盎然。2. 鸿运当头。鸿运当头的叶子修长挺拔，绿意盎然，顶端托着一朵鲜红的花，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，红红火火，非常喜庆，也因此得名鸿运当头。很多人都相信，如果家里鸿运当头能一直保持花开状态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还能让整个家的气场更旺，寓意好运连连，财运常在。一般来说，鸿运当头的花期可以维持6到7个月，但前提是养护得当。多数人买鸿运当头都是在秋天，春节期间还能把它当年宵花摆放，不论是放在客厅还是书房，都显得雅致大气。花市里常见的鸿运当头，多数已经是盛开的状态。买回家以后，最好先放在散射光、通风好的地方，让它慢慢适应环境。等稳定下来，再适度增加光照。到了秋冬季节，更建议摆放在光线明亮、空气流通的位置。浇水要等盆土干透后再浇透，顺带在水里兑一点复合肥，不仅能让花期更长，还能让植株长得更旺盛。不过有一点必须要特别注意，鸿运当头一生只开1次花，当花谢之后，母株会逐渐衰老，叶片慢慢枯萎，但这并不代表它彻底结束了。相反，它会在基部不断长出新的小芽。这个时候可以每隔10天左右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，帮助小芽快速生长。当这些小芽长大后，就可以用干净的刀片把它们从母株上分切下来，单独栽种，重新培养成新的植株。而老株虽然逐渐凋谢，但也算是为新一代留下了生命的延续。除此之外，惜财树、发财树、红掌、君子兰、金枝玉叶、金钱树等等也都是寓意好，大家非常喜爱的花，也推荐给大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的话还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